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二搭为何成了剧集流量密码？11月1日中午12点，虞书欣主演的《永夜星河》和赵露思主演的《珠帘玉幕》分别在腾讯、优酷两平台同时上线。两档古偶剧一开播就开展了强势对打。根据云和数据，截止本周，《永夜星河》播放和热度领先《珠帘玉幕》，成为暂时赢家。这两档剧之所以被拿来比较，是因为实在共性颇多。不仅同有95流量小花抗剧，而且同是男女主的二搭作品。二搭即演员在之前有过影视剧合作的基础上再度搭档，在近年来的剧集中越来越普遍，常常伴随较高的讨论度和影响力。永夜和珠帘两档二搭剧自上线首日就在主演 CP、姚人俱轩等话题中自带流量，随着剧播热度持续走高，沉寂已久的古偶市场也久违的热火朝天起来。今年古偶剧整体遇冷，根据独谋的统计数据，截止今年10月份，热播7集均播放量超过2000万的古偶仅与凤航、墨雨云间、长相思、二西花纸花间、令度华年这6部，而去年同期有13部。10月后上线的3部古偶《锦绣安宁》《春花宴》《大梦归离》都没有特别大的水花。根据云和数据，其中表现最好的《锦绣安宁》已经属于今年的古偶优等生，热播期有集均3700万播放，《大梦归离》目前预测集均则仅有1900万。而去年同期被社交平台吐槽的《宁安如梦》和《一念关山》分别有4900万和4600万播放。在大盘收紧的情况下，古偶的受众结构变得愈加细分化和圈层化。在古偶剧的制作思路上，想要抓住核心圈层化受众的倾向愈发强烈，并且一部分落点放在了主演的搭配组合上。换成古偶的模式就体现了这种思路。白鹿、虞书欣、张凌赫、侯明昊等主演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古偶剧中，换成恋爱组成不同的 CP。平台押宝这些自带粉丝基础和流量的95花、95生，并将他们反复排列组合，也导致了多档古偶剧中主角雷同的情况。二搭则是古偶剧制作方这种抓住圈层思路的延伸。有磕 CP 需求的观众是古偶剧的核心观众群体，剧方渴望通过二搭直接继承下这部分原有的粘性受众和现成的话题流量，保证收视基础。当美剧盛行时，《山河令》和《陈情令》剧中的男 CP 成为其火爆的关键。博君一笑和浪浪定长期占据微博 CP 超话榜的前2位，但从2021年开始，更多男女 CP 开始进入 CP 榜的前20，其中就包括赵露思和刘宇宁在长歌行中的浩烟 CP。能进入超话榜单的剧集，也往往能够收获相应的讨论度。虽然之后微博取消了 CP 榜，但观众需求仍然存在。对于偶像剧来说，男女主角的情感线作为剧情核心，直接决定了观众的收视和讨论意愿。偶像剧观众不仅关注故事主线，更在乎主演之间有没有强烈的化学反应和情感张力。CP 感是能决定偶像剧成败的关键因素，打造出圈 CP 也是剧集制作的流量密码。这几年的热门偶像剧基本上都有出圈 CP 诞生。2年多前的古偶爆款《苍兰诀》，2名主演虞书欣、王鹤棣的 RPS 真人 CP 地心引力，至今在微博超话仍有60万粉丝和80余万发帖，属于内娱 CP 顶流。今年的古偶黑马《墨雨云间》中，吴谨言、王星越充满解狗感的 CP 以极强的张力与感染力在短视频平台出圈，吸引大量粉丝。
一些口碑不错的古偶剧则会因为主创缺乏玄学般的 CP 感，在成为爆剧的半路中熄火。狐妖小红娘月红篇也是因为 CP 感缺失，让大制作直接扑街。CP 感并不会因为俊男美女、顶流搭配就天然产生，更多地是可遇而不可求。制作方也在不断榨取 CP 的价值，在剧宣期高频曝光、卖力互动的男女主演，就体现了制作方强化 CP 感的需求。CP 物料从只有拍摄花絮、双人采访进化到主创直播、扫楼发糖、杂志大片，成为剧宣标配。在密集的主演互动中，糖点不断。而对于平台和制作方而言，二搭则是对于 CP 经济学的一次重要复用。能够二搭表明主演的 CP 人气已经通过市场和受众的筛选获得了认可，二搭则能抓住这份稀缺的 CP 感，复刻来之不易的 CP 成功，有效地延续 CP 热度，给剧集播放初期增加流量和讨论度，同时吸引 CP 粉作为播放受众。目前永夜和珠帘的播出数据都比较出彩，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开播1周后两部剧正片播放量均维持在5000万以上。永夜星河目前腾讯站内热度已突破3万，豆瓣评分上涨至 7.7 分，珠帘玉幕则成为2024优酷热度值最快破万剧集。除了剧情设定外，在剧集内容制作和宣传的过程中， CP 带来了巨大的热度加成。永夜星河中的林妙妙和木子期让从前虞书欣和丁禹兮在《月光变奏曲》中塑造的初里昼川的 CP 再度升温。古偶、现偶两部剧联动，加上月光编辑和小说作者永夜川书女主和原作男主的设定，让 CP 有了前世今生感，增加 CP 粉心中故事线丰满和吸睛的程度。对比起虞书欣上一部古偶的宣传期，虞书欣和丁禹兮的宇宙中心 CP 也因为熟悉感和默契度吸引了更多粉丝。一回生二回熟，在 B 站围绕永夜的二创视频中，两人有多个播放量破30万的 CP 向视频，热度颇高。还有粉丝不断对二人间肢体接触、互动状态中糖点的挖掘，为 CP 提供信息增量和话题增量。珠帘玉幕虽然是大女主走向的古偶剧，赵露思、刘宇宁搭档的端午和燕子京也延续了浩烟 CP 的余温。同为古偶的情况下， CP 的延续让粉丝更能有梦回的代入感。珠帘开播前期，粉丝就大呼浩烟批活过来了，曾经虐恋的遗憾在浩烟的稳晚了3年07个月词条下统统圆满。今年初还有一部二搭剧也有开播即爆的好成绩，与凤航是赵丽颖、林更新时隔7年后继《楚乔传》之后的二搭古偶作品。两人的国民度使二搭本身就充满流量和讨论度。开播初期，林更新发与凤航剧照配文中要和你说是再见不是永别，与7年前《楚乔传》完结时的微博中要和你说不知是再见还是永别遥相呼应。二搭为剧集和 CP 带来的利好固然存在，但更多情况下二搭受困于现实因素难以实现。二搭背后的操作逻辑实则是资源、咖位的匹配以及公司的话语权。通常来说，因为公司能够掌控演员资源，两位演员隶属同一公司时，二搭的实现难度较小。同公司在选择二搭上有最强的话语权。早期的唐人就热衷二搭，仙剑组合中杨幂、刘诗诗、唐嫣都分别与霍建华有过二搭。欢瑞世纪和嘉行娱乐也常有二搭操作。欢瑞旗下成毅、张雨绮在古偶与军歌中搭档后，又快速衔接到现偶南风之我意。嘉行则主导迪丽热巴和高伟光连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两部古偶。欢娱影视更乐于通过旗下艺人二搭来制造剧集热度。徐凯、白鹿这对早期捆绑式的 CP 接连搭过《凤求凰招摇》《烈火军校》3部剧。延禧攻略中的 CP 爆红之后，
也有吴谨言和徐凯二搭上时，吴谨言和聂远二搭浩然传传家则集结了吴谨言、聂远、秦岚三位演喜主演。然而，对于一些在爆剧之后迅速咖位飞升的演员来说，二搭的难度则会增加。因剧爆红的演员往往身价会提高，资源也会升级。对于制作方来说，在想要凑齐原班人马，把2位流量演员塞进同一部剧，成本压力就会变大。主演资源升级后，也希望接触更优质的项目，并规避捆绑，让自身发展受限。比如《苍兰诀》后，粉丝强烈希望虞书欣、王鹤棣二搭，但两人双双晋升顶流后，在咖位、资源和定位上逐渐切割独立。CP 热度极高的两人，却在剧集结束后的2年多里，并没有再度合体出现。顶峰相见后，在共同参与的公开活动中，变成了更多是避嫌的角色。同样，早期剧《夏至未至》中副 CP 白敬亭、郑和惠子也在当时有超越主 CP 的超高热度，但惠子本人面对这个问题时坦然，剧集播出后两人咖位悬殊，而且资源不匹配，众多 CP 粉的二搭愿望暂时难以实现。主演的身价、资源水平相当，才能为二搭提供更多可能性。王玉雯、王子奇都不属于顶流行列，在几年内已有3搭。两人的剧集虽然都没有特别大水花，但小范围的圈粉以及不错的口碑，让两人的屏幕情侣形象给观众好印象。咖位相对更高的赵今麦和张凌赫，也在今年度华年播出后迅速二搭现偶剧《樱桃琥珀》，让牛麦 CP 粉充满期待。这场二搭本质还是基于两人剧播后咖位上的匹配和双双带爆的境况相同。在热播的《永夜星河》中，目前对男主演的关注度让丁禹锡有极大可能收视升咖。根据酷云角色热度的数据，在11月11日，丁禹锡饰演的木生登顶热度第1，超过了虞书欣、刘宇宁、赵露思的角色热度。在百度指数的数据中，丁禹锡 5.9 万的个人百值也超过了虞书欣，并且2倍超过赵露思、刘宇宁。随着观众入场，在《永夜星河》中贡献不错扮相和晋江版演技的丁禹锡收割大批粉丝。如果男主成功飞升，两人或许在二搭后就在男友影视剧上3搭的合作。目前《永夜星河》的独立团综正在筹备和拍摄当中，剧综联动也可能是一种另辟蹊径的二搭思路。根据娱乐资本论的报道，在剧综联动上，腾讯视频依托爆款剧与凤航推出了纯会员付费节目《推是营业中》，爱奇艺则有100万个约定系列化的剧综节目，优酷也在打造其具有回应的剧综厂牌。不过，这种剧综融合模式究其本质，仍然是对 CP 的延续和给 CP 粉提供的售后，和剧集二搭的能量相比，还是要弱化不少。二搭也不是万能的金钥匙，不能把作品送进必定走红或口碑无忧的保温箱，更不能成为绝对的收视保障。二搭在剧播初期注入流量的助推继位时，但接下来能不能在持续的后进中留下受众，仍然取决于剧本身的质量。